我最近有點馋冷吃牛肉了，我说这玩意儿看着红彤的，嚼着干香的，这也太適合做成过年嘎不准的小零食了。所以我去買了300斤牛肉、200斤油、100斤干辣椒和100斤調料。我們打算年前為這事兒再開一次流水線。這次流水線準備的非常充分，提前2天就開準備會了，甚至還寫了一個非常詳細的計劃表。因為上一代在一起做烤腸4天沒回家的場景還歷歷在目。我說如果這一代但凡再出現一點閃失的話，那哥幾個不是要摟一起過年了嗎？這個表呢，1、2、3、4、5幹起來是非常輕鬆的，但是從第6步開始就逐漸要上強度了。因為這冷吃牛肉最好能切成一次用筷子那麼粗，這樣吃着才有乾香，並且還不費腮幫子。這些肉我們切條大概得切了8、9個小時，但這還不是最累的，因為第8步才是這個流水線裡的最死亡環節。我們在開準備會的時候，趴得3令5申，說牛肉可以不去筋，但乾辣椒必須得自己剪絲兒。好家伙，他這一句出不完，我們就哭跟着下江南。這80斤干辣椒最少都有4萬根，按照每根干辣椒剪2剪來計算的話，最少得剪8萬剪。關鍵不光剪的多，那玩意兒還嗆呢。這剪個7、8分鐘就得來一大怪噴嚏，我每次回頭陳浩都搁旁邊淌大鼻呢。後來我跟小胖說，我說這不對呀，趕緊再找幾個朋友來吧。我說再這麼幹下去沒2小時，陈浩要吃飽了。快給杨月打電話哥，我馬上打。哎，你換新手機了？搁哪兒買的啊？轉轉呀，他家二手確實很划算。我這蘋果14 Pro 才花2600，比新的便宜2000多。你看這成色下筆太高了，我尋思該整整該花，沒必要啥都買新的。啊，這價格確實挺合適，靠譜嗎？放心吧，我都轉了好幾年了，筆記本、相機都在上面買的，主打一個靠譜，春節還能正常發貨。行，我打完了我也看看去。後來等嚴子和瑞子來了之後，我們這條流水線才算真正開始出活，因為他倆來把潘子和少爺給解套了。這會兒我們就打算把7、8、9、10同時開工了，但這幾個環節在我心裡絕對是巴音布魯克的魔鬼賽段，真的，這裡邊沒有一項是人類該幹的事兒。那潘子個個在那炸那300斤肉得炸了4、5個小時，給牛肉和潘子全炸脫水了。但是不同的是，牛肉是越炸越香的，那潘子炸到最後那多少有點發餿了。徐瑞奇刷那口1.4米大鐵鍋就更不用提了，從一口大秀鍋刷成一口好鐵鍋，眼見這人越來越沒有笑模樣了，甚至我感覺他那個增生都肉眼可見的大了幾毫米。後來我們又洗的麻椒、辣椒，又打的干料粉，終於在第4天的中午要準備進到下料環節了。正式来了，來吧。香，麻椒，牛肉，辣椒，辣椒面，哎呦，再次下油，调味基本，吃吧。這一大鍋下料下得特別爽，但是推不動。哎呦我這一鍋料真是，我低估它的難度了。我們以前拿這鍋炒火腿料和牛肉醬的時候沒這麼費勁呢，但是這回可能是裡邊固形物實在太多了，加起來乾貨得有400斤，實在推不動啊。我們輪着在這推了2個小時，我的胳膊當時就不一邊粗了，那個老頭都差不點推沒了。不過這個牛肉加完這麼多料炒完實在太香了，真的我願意稱之為是牛肉界夯爆了一樣的吃法。我甚至都很後悔，我说為什麼我們做流水線這麼多年了才發現這個冷吃牛肉啊。後來就開始做一些晾凉打包這種收尾工作了。等我們在黑板上打上最後一個對號的時候，已經是15號的早上2點半了。我真慶幸啊，就差那麼10來個小时，我們差一點又要坐到同一張桌上包饺子了。来，2026，新年快樂！哎，分赃回家。